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战锤公民。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Joy Toy 战锤系列圣血天使多位英雄的头雕与武器改建。这次的改建内容相当丰富，包含圣血天使战团长但丁、失落者的守卫勒马特斯，以及来自战锤 30K 的报上者多明尼恩泽丰。关于这些改建的作者资讯，我也会放在影片下方的说明栏。优秀的作品值得被更多人看见与推广。那么事不宜迟，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手艺达人所打造的改建世界吧。首先登场的是帝国暗面摄政圣血天使战团长，被迫加班的路易斯但丁。如今战锤世界已迈入第42个千年，但丁的年岁也突破了1600岁。关于他的开场介绍影片，我之前已经分享过，有兴趣的兄弟们可以点连结回顾。对我来说，但丁的模型唯一的缺点就是素体过于老旧，真心希望 Joy Toy 能够用新素体再版，让伟大的但丁能够继续再战千年。而今天要带来的改建就是但丁的肉头头雕。辛苦加班的战团长总有需要脱下头盔好好休息的时候吧。当但丁卸下死亡面具后，露出的面容是历尽沧桑的白发、苍白的肤色，以及英俊却严峻的神情，眉头紧锁，眼神锐利，完美捕捉了他脱下头盔后依旧英武的气势。这款头雕由改建大师设计、列印并精心涂装完成。大家觉得这样的造型如何呢？是不是也想拥有一颗属于自己的但丁肉头呢？接下来让我们把时空回到战锤 30K， 帝皇真行走于人间，荷鲁斯大叛乱的年代。这次要带来的是圣血天使报上者多明尼恩泽丰的改建。关于泽丰的开箱介绍影片，我在早期也曾分享过，还没入手的兄弟们可以去看看。对我而言，这款泽丰模型真的是顶级，无论是整体比例、外观造型，还是涂装与一直金属结构，都深得我心。从开箱至今，它一直被我放在桌上，舍不得收进柜子里。唯一的缺点，就这么唯一的缺点，就是它的肉头头雕。原厂的肉头设计确实有很大的改善空间，与其等待原厂更新，不如直接交给顶级工艺的改建大师来处理吧。这次的改建头雕展现了泽丰高冷英俊的脸庞，上面布满战争的伤疤，搭配右眼一眼的设计，让战争的残酷在圣吉列斯指示的面容上展露无遗，更贴近这位命运卑劣的圣血英雄。这款头雕同样由改建大师设计、列印并精心涂装完成，尤其是肤色的表现真的是令人佩服。大家觉得这颗头雕如何呢？是不是也想让泽丰换上一张更符合他宿命的面容呢？最后，让我们再度把时光回到战锤 40K 充满残酷战争的年代。压轴登场的是我近期最喜欢的一位圣血天使英雄勒马特斯。这款模型的开箱实录我之前也有分享过，真的是我近期的私心最爱。想看更多细节的兄弟们可以点右上角的连结回顾。这次的勒马特斯头雕与武器改建皆由改建大师以 3D 列印制作，而上色部分则由我亲自完成。我还是新手，涂装技巧仍在练习阶段，还请大家包涵。其实这款勒马特斯的原厂头雕造型曾引起玩家间的不少讨论，大家更希望能看到战旗热门的头雕款式。既然官方没有推出，那就自己来改吧。因此这次我特别准备了3款不同的头雕。第一款我将它命名为光环血滴头雕，由于是死亡脸的造型，所以整体配色以深黑、血红与金属金为主，展现出阴沉却庄严的氛围。我一直觉得 Joy Toy 的原厂涂装虽然有旧化效果，但整体看起来还是偏干净，所以在自己上色时，我会刻意加强旧化的处理，让质感更贴近于战场的残酷感。大家觉得这样的旧化风格如何呢？第二颗我将它命名为光环骷髅头雕，这是我第一次挑战骷髅涂装，才真正体会到难度，让我大开眼界，也更加由衷佩服涂装大师们的精湛手艺。对我来说，骷髅底色配色、造型的光影掌握，都是需要练习与经验累积的部分。目前我还在摸索阶段，希望未来能够把这些细节处理得更好。第3款我将它命名为
光环圣杯头雕，整体配色延续死亡莲的风格，并尝试在头雕上加入战损的效果。这几次在涂装头雕时，对我来说最痛苦的部分就是护眼镜片的上色，每次要下笔时手都忍不住发抖，真的是一场耐心与技巧的考验。以上就是这次准备的3款改件头雕，原厂的头雕对比展示，大家觉得哪一款最能够展现勒马特斯的魅力呢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，告诉我你最喜欢的头雕是哪一颗。接下来是勒马特斯的武器改件，这次总共准备了3把，其中第一把是长柄型链锯剑，我将它命名为宁静。如同之前提到的，我觉得 Joy Toy 原厂的涂装过于干净，因此我在这次的涂装中直接上满写字效果。这些写字是用棉花沾染上去的，呈现出既有新鲜血迹，又有干果痕迹的层次感。意外的是，在涂装写字效果时，真的会让人上瘾。等我回过神来，整把武器已经血染满意，直接血迹血神。至于为什么取名为宁静，只要看着武器上闪烁的血光就能够理解。当敌人全数被清理，战场瞬间归于寂静，这份冷冽的安静，正好呼应勒马特斯在疯狂之中依旧保持冷静的特质。第二把武器是双手圣血权杖，我将它命名为审判。虽然原厂本身就有圣血权杖，但我一直觉得勒马特斯应该要配备一把双手武器，于是就把圣血权杖加大。这次的骷髅涂装，现在回头看还是觉得色调不太对，需要再加油。另外，这把武器也是我首次尝试羽翼边缘高光的勾勒技巧，不过效果看起来并不明显，应该要再多叠几层颜料，才能让光影更突出。最后压轴登场的第3把武器是双手重型镰刀，我将它命名为喧哗。以勒马特斯的外观来看，总觉得它必须拥有一把巨型镰刀作为武器。当我拿到 3D 列印的成品时，真的非常兴奋。成品本身就美得让人赞叹，一边迫不及待的设计配色，一边又担心自己涂不好，所以整个过程我都格外小心。这样一把武器，我足足花了将近1周的时间才完成。幸好最后的成果让我相当满意，因此在涂装上我选择只加上旧画效果，而没有再叠加写字。以上就是这次3把武器改件展示，不知道大家觉得哪一把最能够展现勒马特斯的风格呢？如果是你来设计，又会想打造出什么样的武器改件呢？欢迎在留言区发挥你的想象力，和我分享你的创意。以上就是 Joy Toy 战锤系列圣血天使多位英雄的头雕与武器改件分享啦，希望各位战锤公民喜欢今天的影片。在改件的部分，除了之前暗压守卫以及4人杀战团的爆改系列之外，我通常不会把原厂设计改到完全看不出原型。大多时候，我的改件分享是以补强与改进为主，让整体造型更加完整与协调。也希望能借由这样的分享，鼓励更多玩家尝试改件，推广更多优秀的作品。而如果你最喜欢的是圣血天使，那绝对要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频道，并分享给同样热爱战锤的朋友们，让更多人能够看到战锤的英雄。也别忘了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未来的更多内容分享。那我们下次战锤宇宙见，大家拜拜。